精挑細選、精準烹飪，食材背後隱藏住點樣嘅美食密碼？出面好多蝦咧，唔掹蝦腸嘅。潮汕人點解偏偏對生腌情有獨鍾？用心食好每一餐飯，老廣的味道，精飲食之道，全乎一心。精挑細選，精準烹飪。呢種貌似平淡嘅食質背後，係老廣食得精者深入骨髓嘅追求。佢哋化身科學家，隨天氣時節環境嘅變化，喺物種萬千嘅大自然裏面尋找最佳配方，喺無窮盡嘅搭配實驗室裏面破譯隱藏嘅美食密碼。撬開蠔殼，輕輕啜吸，條脷觸及到柔軟多汁嘅蠔肉，啜咁一下，豐富肥美嘅蠔肉進入口腔，綿密咁好似一個法式深吻。美國廚師安東尼·巴爾頓嘅呢段話，俾蠔粉們深深認同。吃到蠔就像親吻大海那種感覺，把整個海洋吞下去，哇，太棒了！蠔爺陳漢忠用15年時間，對蠔進行咗最精細嘅研究，將呢種原本食法單一嘅食材發揮到咗極致。東方人同西方人都中意蠔，不過喺點樣食蠔呢個問題上面，卻係有住極大嘅差異。中國人睇重味道，講究佐料嘅調和。蠔爺研究出嘅蠔門9式裏面，最受歡迎嘅秘浸金蠔皇，精選6歲大蠔皇等特製嘅滷水，一啲一啲浸入蠔，再配埋特調嘅醬汁，金蠔嘅鮮香甘甜層層進出，回味無窮。一道金銀蒜石缽蠔皇，蒜香四溢，入口難忘。油焗生蠔，放入青椒、洋蔥，用熱油將蠔燙熟，保留咗蠔嘅肥美。西方人食蠔簡單明了，中意生食。有人唔中意呢一陣生腥味，而中意嘅就啱啱係俾佢嗰種大海嘅味道深深吸引。我從小就在海邊長大，一聞到海的味道，感受到大海的自由寬廣。其實海風海水，在某些人聞到吸到是香味，但是我聞到的吸到了是香味。汕尾紅海灣係蠔爺嘅家鄉，蠔對海水質量頗有追求，水質優良，水溫鹽度適中，仲要有豐富嘅海洋藻類同微生物，佢先買賬。幼苗期嘅蠔俾蠔民安頓喺鹹淡水交界處，等生長穩定咗，先至被放到蠔排裏面調養。每年農曆9月到來年3月，正係蠔最肥美嘅時候。啊，這個挑秧啦，佢就先烤哈。哇，這個非常肥美，哇！蠔是靠海水來維持生命的，一打開以後會吐很多水。其實在我們家鄉呢，我們都是叫水菜。我們這裡這個海域是非常的乾淨，我呢小的時候都是會來生吃，現在照樣可以打開就可以吃了。生蠔煲撈上嚟之後，有啲經過簡單處理，新鮮滑入口裏面；有啲就俾用嚟生曬，靠嘅係乾爽嘅北風同柔和嘅陽光。蠔爺嘅生曬蠔分兩種，
一種風乾金蠔，風吹10幾個鐘頭變成淡黃色。佢失去咗一部分水分，但係最好咁保留咗海水嘅芬芳。我們會挑這個規格會更大一點，就我們是拿來做蜜沁蠔，吃起來外面比較軟滑，就是有蠔的香味，裡面比較甜和脆。另一種係足足曬咗10幾日嘅竹竿金蠔，乳白色嘅生蠔慢慢漸變為赤金色、紫紅色，最後轉成紫金色。金蠔周身包裹住一層薄薄嘅油分，肉質細密堅韌，甘香而有彈性，係陽光賜予嘅黃金。實際上，這個叫金蠔，是生曬的，生曬要曬到完全乾。重量才是在2層，蠔絲是用水煮過，再去曬乾，它是熟的了，它的蠔油已經流失掉了，就是因為煮了那個蠔那個水來慢慢收乾，精製以後添加一些其他東西，才變為蠔油。這個金黃色的，它就把這個所有的蠔油的香味就濃縮在一起。鮮蠔、風乾蠔、竹竿蠔，喺蠔爺嘅手裏面都得到咗各自完美嘅呈現。煎、燜、炒、蒸、煮、浸，蠔爺將各種形態下嘅蠔運用到出神入化，完全顛覆咗大家對食蠔呢件事嘅認識。而蠔爺對美味嘅呢種極致追求，源於童年時代食物嘅匱乏。放點五花肉下去，加一點點就可以。有。這炒一炒啊，不能那什麼。很香啊。放薑下去。啊。有沒有想起你小時候那種味道？小時候太窮了，我呢是8兄弟姐妹啊，吃都沒得吃飽。媽媽呢醃一點將蠔仔啊來送稀飯，最好的記憶了。對對對。好，太好吃了。是不是說這是媽媽的味道？對呀，就是我媽媽太棒了，做這個，那時候就培養我現在就這麼喜歡吃蠔的這個口味。並唔富裕嘅家境，再加上潮汕人本來就有住種地如繡花嘅精細，造就咗蠔爺性格中嘅細緻嚴苛，仲有近乎硬頸嘅執着。呢份執着令佢對蠔愛得深沉而痴迷。我們走了15年，其實我們現在已經超過100種吃法，逐步從簡單的吃法做到極致，做到精品。但是我探索發現，裡面有太多奧妙的東西。我會把這個過程還會一直研究下去，還會不斷提升。美姐喺香港亞洲電視做咗10幾年美食節目，食勻咗世間美味。呢隻貓點樣啊？咁我其實咧就喺廣州出世嘅，咁啊成長喺西關，咁然之後就去咗香港發展啦。而家呢幾年咧就翻嚟廣州，咁啊開間鋪頭仔，一間小店做點心專門店。地道老廣精緻嘅一日，幾乎都係從點心開始嘅。1盅香茶，2件點心，悠哉悠哉嘆個早茶，正係老廣食不厭精嘅最佳寫照。嗰個點心，廣東點心嚟講係一個小食嚟嘅，攝一攝肚，咁所以佢點心要求係1口過，1盅2件，即係可能1籠點心蝦架，蝦架要2隻蝦，少少肥豬肉有啲筍就為之合格。咁但係而家啲人就做到好大隻，咩蝦餃王咁，其實就唔合格嘅。我係做翻好細緻、好精緻。
美姐想做翻自己細個食過嘅廣州味道出嚟，特登從香港請咗佢認可嘅老師傅石錦雄。石師傅做咗30幾年點心，以前係利苑嘅點心總廚，有非常紮實嘅傳統手藝。叉燒包被稱為粵式點心界4大天王之母，最常見亦係最考師傅功力嘅。我哋個叉燒就係自己買新鮮嘅豬肉翻嚟，咁然之後就自己燒製、自己醃製，醃45分鐘，然之後就喺個項目度烘40分鐘，冇任何色素，冇任何嘢，自己燒製做叉燒。好多師傅做出嚟可能個叉燒包係乾巴巴嘅，但係我嘅要求就係個叉燒包做出嚟，你一搣開食嗰陣時間就係有汁流出嚟嘅，嗰個就係個重點啦。客人哇食到咁嘅叉燒包，你會覺得點咧？食落去仲係流汁嘅叉燒包，嗰個就係靈魂啦。今日蒸嗰啲叉燒包得唔得 ？OK， 嗱個樣都好靚啊，個樣係咪？爆口啦，識笑啦，係啦，識笑啦。有少少見到爆口。咁我哋做嗰個效果咧，就一定要咁嘅效果，同埋摸落去好軟熟嘅。係。啊，咁令到客人咧搣出嚟食嗰口感係非常之靚嘅。好嘅叉燒包包型要鬆，大肚爆口，微微露餡，面皮香軟唔黐牙，餡料嘅肥瘦要搭配適宜。石師傅用咗3個月先至做出自己滿意嘅有靈魂嘅叉燒包。點心之王蝦餃細細摺成線狀，手工過硬嘅師傅一隻蝦餃上攣嘅摺要唔少於12度。餃子皮講究皮色白而且薄，呈半透明狀，略略透出一啲蝦色。而蝦嘅品種、新鮮程度就直接決定咗蝦餃嘅口感。所以我喺選材方面，我揀係最好嘅。我唔怕貴，我要靚，要真，要原味。咁所以啲點心出嚟個味道就會與眾不同。為咗尋找最好最新鮮嘅蝦仁，美姐揾勻廣州嘅市場都唔滿意。呢個時候，佢諗起咗多年前返老家台山做節目嘅時候，有位林先生係當地土生土長嘅漁民。早晨，今日水漲定水退啊？水漲啊？咁啊點樣出海啊？呢個咩嚟㗎？嗰個浮機。會唔會跌㗎？會，你踎低嘛？踎低，嗰啲成得㗎。啲成嗰啲先。嗰啲成。啊邊個發明啊？呢個咁叻嘅呢個。將網拋落海度，關咗摩打，漁民開始咗今日嘅耐心守候。平時喺漫無邊際嘅大海上隨波逐流，係件頗為枯燥嘅事情。好彩今日有老朋友可以傾下偈，聚下舊。我哋好耐冇見咯喎。係啦，都有6年幾吧啦。 6年幾㗎啦？嗰時你嗰間屋起好未㗎？未。仲有啲咩古舊嘅人喺度？你飛髮嗰個伯伯仲喺邊度啊？喺度，依家佢80幾咯。 80幾歲啊？仲剪唔剪到髮啊？啊？依家剪唔到啦，佢眼毛。哦，咁啊冇剪㗎咯喎。有剪㗎嘛2個鐘頭之後，漁民開始起網。林大哥嘅船今日上水量好少，只係得一啲魚仔蝦毛。習慣咗同時間賽跑嘅漁民落咗船，喺沙灘上就開始進行買賣。36、40、110咯。
賣剩嘅魚蝦，當地漁民中意曬成魚乾蝦乾。而如果要剝成蝦仁，就要將新鮮嘅蝦先冰一陣，先至可以落手。咁啊，林生點解台山嘅海蝦係最靚啊？應該係嗰啲水嘅鹹度啊嘛，嘅啱啊嘛。咁呢邊個鹹度係？我哋嗰度嘅鹹度，你台山嘅鹹度呢都係16啊、17、18咁咯。剝蝦仁有咩技巧啊？首先都剝個頭先，係剝咗個頭，跟住後邊一擠咧就得㗎啦。係啦，一擠就得啦嘛，擠嘅嘛。嗱，因為出邊咧做啲蝦餃都係用啲冰鮮蝦同埋用啲養嘅蝦啦嚇。1蚊條蝦腸你睇下，哇！靚喺邊度咧？蝦腸係透明嘅。最開心咧揾到自己一路以嚟想揾嘅嘢，終於揾到啦！跋山涉水，眾裏尋他，只為揾到嗰一味最完美嘅食材，同懂佢嘅人分享。黃麗梅覺得呢個就係自己人生中最大嘅快樂。嗰啲咩名牌啊、手袋、衫褲乜都唔重要，美食係對我好重要。我心開間鋪唔係話揾住揾錢，佢能夠啲客同你分享到啲食物，講你好食，知道你用心，呢個係我做嘅最大收穫。一隻小小嘅蝦餃，濃縮嘅卻係食材同手藝高到極致嘅精華。粵式點心用小詮釋咗廣東人對食得精嘅執着追求。小而精不易，大要做到精，其實更難。廚房其實係好奇妙一件事嚟嘅。每個人自細到大，你一見到廚房，你去參加工作嘅時候咧，你喺嗰個廚房裏邊咧，點解突然間覺得哇個廚房好似好大啊？覺得好規模啊，即係好似好多人一齊做嘢咁樣。中山小欖，麥廣凡嘅故鄉，一個小鎮，卻有住最傳統、最地道嘅廣東美食。呢度嘅人似乎與生俱來就有住一種對食物嘅挑剔講究。我記得好好味嘅一樣嘢就係嗰個燒鴨。你買2蚊燒鴨，佢會斬好，用啲荷葉幫你包好俾你。當你攞翻屋企，你打開嘅時候咧，嗰啲燒鴨咧仲係熱嘅，佢嗰種溫度咧，將荷葉嘅香味咧一齊帶出嚟。麥廣凡食物中最重要嘅元素係佢嘅記憶。兒時見到嘅老廣對食不厭精嘅追求，嗰啲揮之不去嘅童年味道，都化作咗如今創作美食嘅靈感。廣東人對食嗰種追求咧係唔一樣喺度，會覺得好精緻啊咁樣。喺麥廣凡眼裏面，精緻並唔等同於複雜。如果有咗最好嘅食材，廚師要做嘅係用恰當嘅方式，將呢啲食材本身嘅特性表現出嚟。麥廣凡嘅廚藝傳承自佢唔同階段嘅幾位師傅，而對佢影響最大嘅，無疑係鮑魚大王楊冠一。跟住師傅耳濡目染之下，麥廣凡亦都開始對鮑魚有咗深入嘅研究。如果嗰啲5、6頭鮑魚冇人食賣唔去，我留翻俾阿女做嫁妝。我話我哋廣東人嗰啲傳統習慣咧，都會有啲乾貨海味做嫁妝。乾鮑屬於收藏越耐越矜貴嘅食材，存放咗幾年之後，鮑身會起白色嘅霜狀物質。呢個唔係發毛，而係鹽分滲出表面。乾鮑嘅大細以每司馬斤嘅頭數幾多嚟計算，頭數越少，鮑魚就越大隻，價格亦越貴。
最大嘅鮑魚，我而家都係見過2頭鮑魚，就係響師傅嗰度。我自己收藏嘅3頭咧都唔多，即係都係得10隻8隻，因為好難遇到有啲叫3頭鮑魚咁大隻。好似我準備煮個晚飯俾我啲仔女食，因為佢哋準備出翻去讀書咧，我都攞咗3隻3頭出嚟煲俾佢哋食。好食材唔可以浪費，咁究竟麥廣凡做好乾鮑嘅秘訣喺邊度呢？其實做鮑魚咧都係幾難嘅，好細心、好小心，即係要處理最起碼3到4天為之完成。即係從買乾鮑魚翻嚟，我哋再攞去泡水，泡1日水，再準備材料煲。煲嘅時間係2日，煲嘅過程裏邊你要加雞湯落去。呢煲鮑魚用嘅湯底，用料精挑細選，大有講究。瘦肉同雞咧，我哋個比例咧係要好準，即係大家差唔多5:5咁樣。所以咧輕輕會帶少少，我哋叫做腩排咧，會帶少少肥，即係有少少肥，即係一定有啲油性喺度。我哋認為鮑魚係呢個唔食齋嘅，佢係食青苔大嘅，所以佢對油分嘅吸收咧，佢係需要。同師傅阿一相比，麥廣凡做嘅鮑魚更加清淡清爽，更適合珠三角嘅人嘅口味。夠唔夠腍啊？夠。啲溏心嗬，好肥美啊！睇到。自己攞汁啊，睇佢。唔使俾咁多喎。我哋食多啲啦。好食啊！真唔真？真係真嘅。細佬話好食就好食啦。阿女食呢啲溏心鮑魚咧，知唔知咩叫溏心鮑魚啊？就係有彈性，切落去又夠腍。溏心係指乾鮑中心黐黐腍腍、半凝結狀嘅部分，入口時候有軟溏心一樣嘅口感，甚至仲有少少黐牙嘅感覺。溏心乾鮑將鮑魚嘅口感發揮到巔峰。阿仔啊，你食多啲啊，過年又翻美國啦。為即將遠行嘅兒女準備一席家宴，麥廣凡精心烹飪每一道菜，只為等屋企人食到最美嘅家嘅味道。啱啱好喎。而喺潮汕地區，講到家宴，好多人去汕頭嘅目的只有一個，就係想喺張新文嘅潮菜研究會食一餐正宗嘅潮汕家宴。全國各路美食達人呢幾年就嚟要將張家嘅門檻踩爛，好客嘅張新文被迫要將家宴升級，移到去佢牽頭搞起身嘅潮菜研究會。後日中午，佢要宴請幾位老朋友。生腌膏蟹，那就1、2、3、4、5、6。牛田洋係汕頭西邊嘅一片濕地，韓江、榕江喺呢度交匯出海，俾咗蟹農得天獨厚嘅養蟹福地。哎，你好，好，我們出去撈蟹吧。好。張新文今日親自落蟹池揀蟹，但係呢個蟹究竟係點樣個捉法呢？哇，這個蠻大的啊！整那奇怪隻。我哋而家嘅6班個硬力可以個隻。6。接再做接再起個接嚟。我加個接來。加個接嚟。看它這個屁股啊，現在
抓到的这一种叫膏蟹，你看什么？它这个屁股一看哈，非常圆满，里面都是膏了。这种母蟹受精了，它会产卵，里面都是红膏。这种是蟹里面属于最好、最贵的那種。其實張新文一日廚師都冇做過，而係一位記者。因為開設咗潮汕文化嘅專欄，先至逐漸從美食愛好者變成咗美食家。民以食為天，我叫張新民嘛，跟人民是一樣的民。真的是為了這個吃而生的。張新文對食嘅研究到咗痴狂嘅地步。10幾年裏面，佢揾勻食材嘅源頭，了解各地嘅物產，發掘失傳嘅菜譜。冇學過廚藝嘅佢，遇到食得唔滿意嘅，只有自己親自動手。我是精細中的精細，就是要特別講究。呢個臭到未嘅，可以啊。張新文嘅講究，從食材開始。我這個是已經受精母蟹，是懷孕了，你看這麼快生了。這個是處女蟹，還沒交配的。你這個是大公蟹，大公蟹，這個已經當祖宗了。這個我們叫粉公，就是還沒談戀愛的男青年。對，男青年。張老師，你覺得你手上這兩個，你喜歡吃哪一個？哇，你要看怎麼做。如果做花椒焗的，我就用這個，因為這個是煙仔蟹嘛，這個處女蟹，我們就拿來蒸的。就是不同的蟹，我們就有不同的做法，不一樣的。等等，今天張老師，你最想做的，準備做什麼蟹？我就用這個啦，這個要拿來醃，就用這個。我們今天就把各種品種都帶回去。好。蟹攞返嚟先清洗。力求完美嘅張新文革新咗洗蟹嘅方法，將蟹浸喺飽和鹽水裏面，再注入臭氧嚟殺菌。醃料同樣講究，以豉油作為主料，搭配大蒜、辣椒、香菜頭、花椒等等。酒都要灑一啲，用嘅係價值不菲嘅丹麥威士忌。殼要不停咁樣攪動碗裏面嘅醃料，喺呢一陣濃香嘅刺激底下，從舌尖到整個口腔裏面嘅味蕾都活躍咗起身。啊，太香了！醃料的香味，混合的花椒的、大蒜的、跟酒的、醬油的，已經調和在一起了。潮汕人精通18般烹調手藝，但係就對生醃情有獨鍾。有人將生醃叫做毒藥，一旦中毒就會無法自拔。將蟹醃好，張新文要開始張羅另一道花費功夫嘅主菜——鮑汁焗花膠。花膠就係魚肚，係各類魚標嘅乾製品，亦係一種非常昂貴嘅食材。不過喺潮汕，全民食花膠並唔係想像中咁奢侈嘅事。去市場轉下你就明啦。哇，好妹啊！攞好味嘅。烏梅嘅店係老廣經常幫襯嘅南北行，鋪滿各種海貨，有一陣濃烈嘅海腥味。都知個啊，齋河，即係度燒餐啊，即係度追河，哇！琳琅滿目嘅魚膠，產自全球各個海域唔同嘅魚。知道中國人中意食呢啲奇怪嘅嘢，遠喺南美嘅漁船捕到巨大嘅海魚，都會劏個魚肚出嚟曬乾，不遠萬里運到嚟中國南方。其實張新文屋企亦都收埋唔少好貨。
这个是我藏东西的一个屋子，里面有很多东西，但是最好的还是藏在这个床底下。这个就是那些大花椒了，这个拿出来了。这些都是我多年慢慢收藏起来的，看到好东西就想收藏，是因为这种花椒是可遇不可求的，这么大。这个名将经验就是10斤鱼最多就出1、2胶，那如果这个鱼胶是1斤，那条鱼肯定是100斤以上的。魚膠分公乸，公肚嘅紋路同乸嘅唔同，口感亦都更好。魚膠仲分新舊，有啲老膠收藏咗幾十年、上百年，彌足珍貴。最大的这个以前是1斤4，现在也是1斤3两多，少了。胶会这样，就是放久了、成年了，它就变得金黄，药效更好、更好吃，但是那个重量就会减少。呢一片又黃又硬嘅魚肚，真係可以成為一碟美味。好的花椒一定要水花，水花是什么意思？泡在水里，慢慢的恢复到原来從魚身上取下來那個狀態。其實喺好多老廣嘅菜譜裏邊，最重要嘅功夫都用咗喺烹飪之前，因為提前處理好咗醃蟹同花膠，開席前嘅廚房有條不紊。發好嘅花膠厚切，然之後放入包汁裏面煮半個鐘頭入味，再配一啲黃芥辣，就可以上台啦。發過24小時嘅魚膠又軟又糯，浸透咗包汁嘅濃香，能夠清晰咁感覺到嗰啲香軟而黐牙嘅膠質喺口腔中融化嘅過程。以前呢，我們家裡也有凍魚膠，但很腥，加上這些調味、梅腥味，口感有彈性。呢邊喺度熱鬧咁食。後廚切蟹師傅已經喺案板上忙碌起身，醃蟹已經提前從冰箱裏邊攞咗出嚟，自然解凍。到略帶冰渣嘅嗰刻，正係切蟹嘅最佳時機。生醃蟹似乎先至係呢一隻高滿脂肪嘅牛田洋鋸完青蟹最好嘅歸宿。蟹子醬啊，像我小的時候，這種膏蟹，它是醃在這個鹽堆裡面的，鹹到沒辦法做，沒辦法做。一個腳就可以一碗稀飯。你看現在多大了？所以問一個問題，蟹是怎麼死的？它是鹹死的。鹹死的。張新文嘅潮汕味道遵循咗最傳統嘅精細潮菜烹飪法，而喺廣州有咁樣一群後生仔，熱愛傳統，但係都敞開胸懷，擁抱新世界。係，沖跌咗落嚟膠，整翻佢少少。係啦，得啦，你就得㗎啦。張張無忌，美食攝影師。廣州好多餐廳嘅美食照片都係出自佢嘅手筆。哇！呢個喂正啊！呢啲啱啱好，啲光啱啱好。嗰條魚嘅狀態已經唔好啦。無忌係個典型嘅白羊男，對工作充滿熱情，覺得最有興趣嘅事情莫過於係挑戰同征服。張無忌嘅意思就是，我想每一張照片
都可以肆無忌憚地去拍攝。呢個係無記最中意嘅攝影師係著名嘅戰地記者羅伯特卡帕。他有個名言就是說，如果你拍得不夠好，是因為你靠得不夠近。所以我經常有一句話就是說，如果你拍得不夠好，是因為你吃得不夠多。曾經一度，無記一邊拍一邊食，毫無節制，以致體重不知不覺增加咗30幾斤。好彩佢意識到，就即刻懸崖勒馬，改為淺嘗即止。唔係因為身材，而係驚食得太多，喪失咗對食物嘅慾望，咁就影唔到令人充滿食慾嘅照片。哇！天氣咁凍啊，食啲羊肉好啊！高佬，嚟，今日好肥喎，睇下先，啊，係啦，肥，依嚿，係啦，依嚿唔錯，哇！要3斤啦，3斤先啦。影完相，無記同拍檔最佳，照例要揾個地方食飯餐。喺飄雨嘅冬夜，喺街邊嘅大排檔嚟一煲炭佬羊腩，放鬆又暖胃。我食高佬啊好多年啦，佢咧係流動嘅，每一年咧可能喺唔同嘅地方出現，而且咧每一年咧係天氣冷嗰時候先開始做，一做幾個月嘅啫。咁其他時間啦，高佬就翻鄉下噶啦，唔做噶啦。年咧高佬就會打電話俾我，啊無記你喺邊度啊？我哋開始做咯喎，咁我哋就會過嚟高佬度去跟住去食羊腩啦。我哋轉戰咗差唔多半個廣州城噶啦，去呢個羊腩煲。整好葉絲喺度，好香。無記與生俱來有住一種對美食嘅敏感，而做咗美食攝影師之後，佢對食物有咗更深入嘅好奇心，想研究佢哋點解好食，點樣做，邊個部位，幾時食先至最好食。哇！你真係得喎，你真係食完一餐又一餐，接住嚟嘅喎，你真係果然是個吃貨喎。Sorry， 我唔係吃貨，知唔知啊？我哋廣州人係唔會講吃呢個字嘅，廣州人食嘢嘅係講食嘅，食咧係人字下邊一個良，我哋人咧就要食好嘢，我哋要食得好同埋食得精。嗱呢一啲羊腩咧就精啦，你睇呢個羊腩正，成嚿肉又肥。食炭佬羊腩煲冇其他嘅秘訣，只有一條，要有耐性。通常嚟講，羊肉落到煲裡面，仲需要再喺炭火上繼續煲40分鐘，先至可以達到最美妙嘅口感。呢個時候嘅羊腩被燜製得綿軟適口，非常入味。同羊腩堪稱絕配嘅有幾樣食材，一係大蒜，用醬料爆炒過，同羊腩同燜，等到蒜白吸飽咗羊腩汁，嗰個口感簡直可以用超脫2個字嚟形容。另一樣係炸枝竹，喺煲裡面嘅時間唔可以太耐，最好係整體已經綿軟，但係表面上仲係保留住一絲脆脆嘅口感。再有一樣係生麵，羊腩煲食到最後落一個麵，撈夠咗羊腩汁，堪稱冬日裡面嘅人間美味。你聽講過識唱歌嘅花甲未呢？老廣的味道，稍後話你知大男人落廚房嘅秘密。老廣的味道，馬上播出。呢個地方反差就太大啦，即係呢度等佢油喎啲，靚唔緊要，最緊要就係睇落去好食。你放咁大，我哋先流口水。我一直夢想，我有一個這樣的地方，在餐桌旁邊就是一個廚房，廚房做出來的菜第一時間放在餐桌上面，那時候它的狀態是最好的，我迅速的把它拍攝下來，然後把它迅速的解決掉，所以就有了T館。T館係無記同最佳為自己、為美食、為志同道合嘅朋友做出嚟嘅一個夢想廚房。今晚佢哋要喺呢一度打造一個平安夜大餐。無記嘅另一位拍檔 Chris 好細就去咗巴黎，喺嗰度學習咗廚藝。今晚嘅大餐就由佢嚟主理。嚟，整翻個法式下午茶先。
有班朋友要過嚟食飯。哦，咁啊，一齊買餸咯。呢個好啦。嗱，塔斯馬尼亞紅燒肉，呢個係美國嘅。同老一輩嘅廣州人相比，無記同 Chris 更加開放。佢哋非常樂意接受地球村為烹飪帶嚟嘅各種便利，挑選食材嘅視野更加開闊而國際化。你誒法餐啦，食得多啦，我哋食中餐，你整中餐係啦，係有啲難度喎，等我諗下先嚇。美國頂級五花，嗱我年頭咧去咗澳洲啦，拎咗個塔斯馬尼亞拎啲薰衣草翻嚟，咁我就整一個薰衣草紅燒肉俾你試下。紅燒肉，中國紅燒肉，但係用澳洲塔斯馬尼亞嘅薰衣草。應該係中西結合啦。法餐嘅元素梗係有啦，因為我會可能用紅酒啦、黑醋啦落去整。放心美國肉，澳洲塔斯馬尼亞，然之後法國元素係啦，中餐做法。好正，係啦！喂，我哋翻嚟啦！嚟望住。對於無記、最佳同 Chris 嚟講，走入廚房早已經超越咗工作兩個字，而係成為咗天底下最能夠令佢哋產生幸福同滿足感嘅事情。男人與美味。呢個時候有住一種令人怦然心動嘅微妙嘅關聯，呢種氣場亦都吸引住越嚟越多愛美食嘅朋友聚喺咗佢哋嘅身邊。哇！我唔中意你啦，呢時刻已經唔中意你。係啊，俾一杯白葡萄酒我一嘛，氣泡酒我都得嘅。係，嗱呢個有炒米啊嗱，曲終人散，無記要趕翻屋企，兩個細路仔喺度等住爸爸翻嚟。啊，肚唔肚餓啊？想唔想食嘢啊？嚇！我今日整花甲俾你食啊，好嘛？好啊！識唱歌嘅花甲喎。好。對小朋友嚟講，2015年平安夜裏面，爸爸用野餐佬烹煮嘅呢一煲識唱歌嘅花甲，一定會成為日後記憶中嘅爸爸的味道。好唔好食啊？好食咧，好鮮甜係嘛？現代食材將每一種味道發揮到淋漓盡致，精打細算，簡單如一日三餐都可以打理出入口難忘嘅滋味。正係呢種日常嘅精緻，呢種對食材嘅用心研究，對食物嘅達觀與尊重，先至係老廣味道真正嘅靈魂與格調。老廣的味道，稍後繼續。老廣的味道，馬上播出。喺匠人嘅手裏，頑劣嘅食材點樣變得溫順？薯粉呢，它有一個怪脾氣，真的太熟了，不要再露餡了。傳統手法有咩獨門秘籍，流傳百年，依然令食客痴迷？巧手下最本質嘅美味令人留戀，讓傳統不息。歡迎收睇下期《老廣的味》。